我进入恐怖游戏后，因为高度近视看不清，把血群鬼萝莉当亲女儿爱护，把大 boss 当老公，把老诡异当亲爹妈孝敬。初次见面，我一把抓住大 boss 的腹肌，感叹道：身材真好，就是矮了点。boss 被我气笑了，把手里的断头安到脖子上，磨牙道：我1.86米，你再看看。欢迎进入幸福之家副本，玩家在该副本存活7天即为通关。初始玩家30人，现存活30人。祝各位玩家游戏愉快。我出车祸死了，一道白光闪过，来到一栋大楼前，耳边响起诡异机械音。我高度近视，3米内人畜不分，看不清大楼和周围人的模样，只能看到人影。这时，一个娇弱学生妹哭着说：呜呜，这是哪里呀？我想回家。一个黄毛暴躁地骂道：谁在搞鬼？放老子回去！红姐和俊哥这俩老玩家走出来，解释说这里是无限流游戏，被拉进来的都是死人，通关所有副本攒够9999分能复活。我急忙追问，那通关一次副本能得多少积分？红姐情绪不高，低声说：跟惊悚值有关，99惊悚值通关得1积分，100惊悚值就死。惊悚值就是害怕程度，老玩家能把惊悚值控制在60以内，新玩家就惨了。我摸着下巴又问，那0惊悚值通关能得100积分不？这话一出，我的一切被直播出去，弹幕嘲笑我，这新玩家大言不惭。幸福之家是 S 级副本，虽不是最高等级，但变态程度高，至今无人首通。上次第一公会的名神都栽在这，坚持到第6天还是嘎了，完蛋。这次随机匹配就红姐和俊哥2个老玩家，他俩加起来都不如明神，肯定团灭。很快要选房间了，红姐说这副本虽无人通关，但前人摸索出点经验。大楼30层，1梯1户，每层只能住1名玩家。这是角色扮演类恐怖副本，每个房子有诡异入住，扮演玩家亲密关系，同吃同住，惊悚值肯定波动大。俊哥急忙打断红姐，拉着他选了1楼和2楼。老玩家这么选，其他人也跟着选低楼层。我近视跑不过，最后只剩30层。弹幕又开始叽里呱啦，这些玩家死定了，楼层越高 boss 等级越高，尤其是30层，全是大 boss， 号称死亡之家。我到30层，发现和现实没啥大区别，就是血腥味重，墙壁红，温度低，灯光暗。可这是大平层，还有我梦寐以求的家人呢。现实中我高度近视是废物，还是孤儿和穷狗？我走到门口，毫不犹豫，伸手用力拍门，大叫：快开门啊，宝宝，我回家了！再不开门，我要饿死了！弹幕惊呆了，他纯粹找死。哪个玩家不是礼貌敲门，或在门口乖乖等诡异心情好来开门？不想看着没脑子的莽妇，我要换直播间看红姐，看，继续看，我倒要看他怎么死。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我的想法，既然是角色扮演，要和诡异成为一家人，那肯定的自然相处啊。现实中回自己家，谁会客客气气的说你好，有人在吗？请帮我开门。我敲完门，门咯吱一声开了，一股凉意扑面而来。我舒服的感叹，这简直是避暑好去处，夏天都不用开空调了。低头看到一个矮小的红色人影，视线模糊，但看到2条辫子一甩一甩的，应该是个穿红裙的小孩。小孩阴森一笑，朝我扑来，冰凉小手掐住我脖子。我顺势搂住他，摸到他裙子湿漉漉的，不满地说：小孩不能穿湿衣服，快脱了，我带你换干净的。我闻到血腥味，焦急地问：你是不是受伤了？药箱在哪？我给你处理。弹幕吐槽：大姐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这是死亡之家的 boss 之一，她裙子不是湿的，是杀人分尸染红的，血腥味也不是她受伤，是玩家的血。没事，等那位回来，她就死定了。可惜我看不到弹幕。抱着小孩进家门，给她脱下红裙，从公主房找白裙子换上。小孩掐我脖子的手松开了，我感受到她的无措，拿热毛巾凑近，把她脸上血污擦干净，看清是个可爱小萝莉。我笑眯眯指着自己脸说：互帮互助是应该的，你得亲我一口表示感谢。小萝莉扭捏地扯着白裙子，凑过来啪叽一口又快速离开，软软糯糯地说：谢谢妈妈。啥？妈妈？我无痛当妈了，这太酷了。我现实中听多了死在生产台上的事，渴望家庭又怕生孩子。我哄好小萝莉让她午休，就听到机械音播报：初始玩家30人，现存活20人。没想到选个房子就死了10个玩家。我打开手机凑到眼前，才勉强看清屏幕上的字。大家在玩家群交换信息，说其他玩家怎么死的。其他玩家也是各种死法，要么被惊悚杀死，要么被吓死。不过这些都跟我无关。我趁小萝莉睡觉，勤快地找拖把打扫房子，把红色地砖拖成白色，真能干。墙壁上凝固的红色清理不掉，就拿铲子铲。忙完下午了，我累得腰疼，趴在小萝莉旁边沙发上沉沉睡去。再次醒来，被一道冰冷气息笼罩，房子很暗，面前站着一道模糊黑影，虽然看不清，但他第一句话就把我迷住了。男人用低沉性感的嗓音轻笑，有趣，居然能在思思手里活到现在。紧接着，小萝莉思思阴冷的声音响起：你最好别动他，这个妈妈有点意思，我要留着好好玩。男人大手一挥，小萝莉思思就从沙发上倒飞出去，撞上阳台玻璃，发出砰的巨响，还有骨头散架的声音。男人冷笑：谁允许你跟我这样说话的？真把自己当我女儿了。我忍不了，从沙发上爬起来，嘴里念叨：谁允许你这样跟孩子说话的？哪有你这样当爸爸的？本想一巴掌拍男人脸上，结果手一滑，薅住了他的腹肌。
这手感我没忍住多摸了2把，眼见男人濒临暴怒，浑身冒黑气，我急忙找补，思思是我的小宝贝，你是我的大宝贝，我们是相亲相爱一家人。其实老公你身材不错，就是看着有点矮，没事，现在我来了，以后每天给你们做好吃的，保证你们父女都长得高高的。弹幕疯了，救命，他在说啥？咋敢在断头大 boss 面前说这些？断头大 boss 应该是幸福之家副本最强的吧，明神就死他手里，可大 boss 脸咋可疑的红了？磕到了，楼上你想多了，直播间都等着男人拧断我的脖子，之前玩家都这下场，没想到下一秒男人抬手把拎着的脑袋安在脖子上，凑近我，高冷邪魅形象没了，声音夹杂莫名委屈，我矮，我可是1.86米，你再仔细看看，这年头诡异是男的都在意身高，明念我劝你好好看。男人忽然叫我名字，我心脏砰砰直跳，我猛地拽他领带，让他压在我身上，矫揉造作地呢喃，看不清，再近点，盯着清晰放大的俊脸，我暗爽，幸好这破恐怖游戏只看惊悚值不看心跳值，不然我死定了。见男人不说话，我怕他生气，立刻悻悻点点头，谄媚地说，哇，你1.86米，我1.66米，最萌身高差，我们天生一对。西装革履的男人脸色爆红，正要说话，下一秒刚组合好骨头的血衣萝莉冲过来，一脚把男人踹上天花板，让他抠都抠不下来。然后小萝莉无辜地看着我，和我贴贴脸，眼神湿润，妈妈，思思，饭，这谁顶得住啊？我立刻从冰箱翻出食材，屁颠去给小萝莉和老公做饭。我厨艺可不是吹的，父女俩把碗盆舔得干干净净。我去浴室洗澡时，听到他们父子女校的交谈，思思留着这个女人也行，她做饭好吃。可是爸爸，明天那2位回来，知道我们不吃他们做的饭会爆炸的，那也叫饭？他们敢有疑问，我先杀了他们。好的，我给你放风。洗完澡的我占领主卧，看黑影坐在沙发上不动，我柔声柔气的展示贤惠，老公，你去浴室洗身体，我在厨房帮你洗头，这样快一些。弹幕，这啥魔鬼建议？更离谱的是，断头大 boss 居然同意我的提议。最终我们分头行动，我在厨房洗着男人的头，一边哼歌。弹幕看着诡异一幕，鸡皮疙瘩起来了。依我看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这宁念也是个死变态。他们哪知道，对我这高度近视而言，手里就是在洗长了毛的黑皮西瓜。忽然黑皮西瓜说话了，你心情很好。我坦言，当然啦，我觉得和你们父女相处的好，肯定能顺利通关。黑皮西瓜凝视着我，忽然咧嘴一笑，诡异又俊俏，你会如愿的，宁念。我温柔的看着他，其实也看不清，别在意细节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黑皮西瓜，哦不，断头大 boss 整个头飞走，和刚走出浴室的身体完美衔接，又变成帅气逼人的1.86米大个子。男人似乎想起不愉快的事，声音阴哑，我没有名字，你愿意的话可以帮我取一个。说完，男人快速离开，情绪低沉的说去客房睡觉。这老公真小气，就不能让我摸着腹肌睡觉吗？我挠挠头，一时想不出好名字，回房间继续想。正思索时，下一秒一双漆黑眼睛在我被子里出现，小脸散发幽光，简直咒怨现场。幸好我看不清，只看到一团模糊白影。妈妈，别理那个断头老怪物，今晚思思要跟妈妈睡。原来是思思，不知啥时候钻进我被窝，我捏捏她小脸，把她提溜到怀里，轻声教导，不可以说爸爸是老怪物，他会伤心的。思思不解地看着我，张了张嘴，露出被拔光牙齿的血淋淋光秃秃的嘴，嘻嘻，可是我也是小怪物啊，他们还叫我小狐狸精和小婊杂呢。我叹息一声，想把小诡异的思维纠正过来，他们是谁？他们这么说不对，妈妈以后遇到他们一定帮思思骂回去打回去。可是思思，你不能这么说自己，妈妈会伤心的。后来我絮絮叨叨着睡着了，我不知道的是，我睡着后，思思紧贴着我，看着我的睡颜，裙子红了又白，白了又红，然后低声嘀咕，妈妈会伤心的，不能让妈妈伤心。弹幕心惊胆战刷屏，第一次见血衣萝莉鬼气波动这么大，最后裙子一直是白色，没再变过。这新玩家厉害啊，改变了血衣萝莉属性。第二天，我被机械音播报吵醒，初始玩家30人，现存活15人。我迷迷糊糊拿手机，看到玩家群里讨论，昨晚又死了5个人，3人死于诡异之手，2人惊悚值到100没了。我收到红姐私聊，应念你还好吗？昨天我一直在和2层诡异交锋，没来得及跟你说，前3天要抓紧攻略家人。我看过明神直播，这是我知道的信息，当给你的补偿。怪我没提前说选房规则，让你住30层。红姐还在群里给新玩家提建议，俊哥偶尔出来骂，干嘛告诉新玩家你太善良，帮他们对我们又没好处。红姐打字劝慰，相识一场不容易，别这么计较。生存下来的玩家对红姐感恩戴德，这2个老玩家有点意思。我微微一笑，把脸贴到屏幕上回复红姐，我挺好的，多谢关心。断头大 boss 一手拎着脑袋，一手拎着穿白裙子的思思，再举哑铃。看到我抱手机，他似乎知道了什么，微微蹙眉，不要过于像话没说完，他忽然捂着心口倒下。思思皱着小脸，担忧地扶住他，我也
也冲过去，用身体接住他。副本机制限定 NPC 不能透露通关信息。门外响起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每一脚都踩在我神经上，让我耳膜震动。思思急忙扑进我怀里，想把躺在我怀里的断头大 boss 挤开。妈妈，是爷爷奶奶从老家回来了，别怕。男人不甘示弱，纹丝不动，犹豫一下，拉住我的手，红着脸重复，别怕。真是纯情大 boss， 不怕不怕，反正我也看不清，看不清的都当正常人。还很期待新 NPC 上线助力通关，看来是很健康的两位老人。钥匙在锁孔里转动，直播间弹幕针尖对麦芒，莫名期待常大爷和黑老太，不信没人治得了这个凝念。楼上什么心理？新玩家手通能给后面的人提供宝贵经验。啪嗒一声，门开了，走进来两位诡异，微微驼着腰，背着巨大蛇皮袋。看到断头大 boss 倒在地上，老太太尖叫着冲过来，推开我，怒骂：你个黑心肝的毒妇，敢伤害我儿子，我要你偿命！厉鬼索命！我被黑气萦绕，凑近了，我才看清老太太无比消瘦，像只剩骨架子撑着衣服，头发一根不剩，五官糊成一团，只能看到嘴巴一张一合，皮肤焦黑像刚出炉的木炭，不靠声音难分辨是女的。我急忙拉住黑老太的木炭手，心疼地说：妈，您皮肤怎么这么干燥？昨晚我用黄瓜做了面膜，给您试试。正在骂骂咧咧的黑老太一愣，结结巴巴地说：啊，也行。果然女人都爱美。我给黑老太敷面膜，老头子不乐意了，死老太婆，你不是说要吓唬吓唬新来的儿媳吗？我看着断头大 boss 撇撇嘴，原来你还有救媳妇。男人立刻沉下脸，散发黑气，顺手拧下黑老太的骷髅头，真是大笑。男人冲我扯嘴角，露出委屈的笑容，没有，他们没进门就被思思杀了。黑老太尴尬的把头装回去，拍着脸上的黄瓜，冲老头子一瞪眼，死老头子，就你话多，滚去做饭。老头闭嘴，拖着蛇皮袋和肠子朝厨房走去，走过的地方地板又变红了。思思爬起来，有礼貌的抗拒，奶奶，爷爷做的饭实在难吃，还是别。话音未落，老头掏肚皮甩出一截肠子，把思思卷进去。老头怪笑，乖孙女来陪爷爷做饭。我看着满地肠子，回房间找针线。哎，老爸这毛衣脱线了，也不补。老头做好饭，我也找到针线，我殷勤的摆好饭菜，拉住老头，老爸，我帮您补衣服吧，看您拖着毛线板的跑不方便，还褪色，我昨天刚拖的地。四个诡异面面相觑，弹幕恍然大悟，闹半天，宁念不是胆子大定力强，是眼瞎，不，他行动能看清路，应该是高度近视，我愿称他为凝神，开辟了意想不到的通关思路。安静看，我觉得他其实很有智慧。这句话刚飘过，我就薅住老头的肠子开始缝补，因为攻袭避嫌离得有点远，始终没看清是什么，只感觉湿漉漉的，于是抱怨这毛线怎么还是湿的，老爸是不是洗菜掉水池了？老头不知所措，干巴巴的应了一句啊，应该吧。等我缝好老头的肚皮，大家尴尬的坐在桌前准备吃饭，见大家不动，我自来熟的夹了一筷子鸡爪，我往嘴里送时，四个诡异满脸邪恶的盯着我，乖儿媳，这可是你爸今天从楼下带上来的新鲜食物，都是昨晚刚死的。楼下除了死去的玩家还能有啥？我立刻丢下筷子，装模作样的捂着肚子干呕，朝断头大 boss 身上靠去。哦，不行，我不能吃荤腥，大抵是昨晚一夜风流，我怀了。血衣萝莉一脸看好戏的表情，长老头和黑老太满脸惊喜，急忙叫儿子把我抱进房间休息。断头大 boss 面红耳赤，抱着我仓皇起身，凑在我耳边低声呵斥，你胡说，我们明明都没有，太纯情了，睡过都说不出口。我歪倒在他怀里，趁机摸腹肌，压低声音说，没事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现在睡也不是不可以。弹幕怒了，宁念女流氓，这是我不花钱能看的吗？嘶哈嘶哈。断头大 boss 和念念女儿真配，一个外表邪肆内心纯情，一个外表柔弱内心狂野，我是你们 CP 粉。最终我没睡到断头大 boss， 一进房间，男人强忍脸红跟我打直球，宁念，很抱歉你对我的爱意，虽然时间很短，但我承认我对你也有不一样的感觉，只是思思是我的孩子，即使这是假的游戏，我也希望取得他的赞同，再生二胎，这是我身为父亲的责任。我凝视着男人脖子上的狰狞伤疤，那是断头的相接处，凑近看更清楚，那不是一道伤疤，而是无数道，像被钝刀子砍了很多次才砍断。这2天他一直带领带遮挡，我扯开领带，难以克制的吻上去。别丑！男人惊慌的想推开我，又怕伤了我，手足无措。不，一点也不丑。我一边亲吻，一边呢喃，一边掉眼泪。疼吗？没一刻觉得他真帅。我听见男人低笑，如冰雪消融。疼过了，现在不疼了。我假孕骗过长老头和黑老太，这2天饭菜都是我亲自下厨，用冰箱里断头大 boss 买的菜，没动老诡异们蛇皮袋里的食材，为以假乱真。第2晚，我和断头大 boss 睡一起，半夜我正琢磨勾搭他，被窝里钻出委屈小脸，妈妈，你不爱思思了，爸爸有什么香的？思思才香。思思恶狠狠地瞪着男人，眼看着思思白裙子要变红，男人脖子上疤痕变大，一场恶战难免。我急忙从床上跳起来大喊，住手，你们不要再打了，我跟你们2个一起睡就是了。头3天安全度过，系统实时播报，现在存活玩家只有12人了。第
3天晚上，我收到红姐私聊消息，命念明天开始要拜访邻居，听说拜访完这栋楼30层的全部诡异，才能解锁全部楼层，然后可能出现最终通关提示，你在最难的30层，一定要帮大家成功拜访30楼的诡异。当然，除去死去的玩家，剩下的玩家也会帮你说话，帮你拜访他们的家人。可惜冥神死在第6天，拜访断头大 boss 时被杀，我们也不知道第7天会发生什么。看着红姐关切的话语和透露的信息，我伸个懒腰，淡定回一句多谢，我当然愿意互帮互助啦。既然不知道第7天会发生什么，那就先完成接下来3天的任务吧。出门前，思思特意走到断头大 boss 面前，仰着脸道：快惹我，我要变成红裙子，白裙子没气场，等会吓唬不住那些东西。断头大 boss 敲他脑袋，你只需要负责开心就行，有你爹在，谁敢动你妈？长老头摸着缝好的肚皮接话：是啊，实在不行我出绝招，把肠子重新扯出来，去他们家门口讹他们。黑老太一边敷蔬菜面膜，一边探出骷髅头泼冷水：不是你们没读幸福之家居民管理条例吗？我们身为原住民，这3天不能下楼跟着儿媳，只能靠她自己。3个诡异瞬间偃旗息鼓，还是断头大 boss 漆黑眼珠子转了转，忽然他想到什么，一言不合就把脑袋拔下来，伸手在脖子伤疤里掏啊掏，掏出一把刀柄，然后抓着刀柄扯呀扯，扯出一把满是铁锈的大菜刀，刀身还冒着浓浓黑气。当然我没看清他这一连串炫酷动作，我只恍惚看到两老一小看到菜刀后尖叫着退了3步，男人走到我面前，温柔地把菜刀递给我，念念拿着它，没人敢对你动手，论实力我应当算幸福之家最强，他能断我的头，定然也能断楼下所有诡异的头。机械音忽然在我耳边响起，这种私人播报没有公放，恭喜玩家获得 SSSSS 级道具爱的屠刀，他居然能为我做到这种地步。死人最忌讳曾经杀死自己的东西，可他偏偏拔出来，虔诚的送给我当武器。只有弹幕在发疯，卧槽，杀死断头大 boss 的菜刀居然是顶级道具，离了个大谱。 S 级副本里居然有5S 级道具，还被一个新人获得了。好，各大公会的会长已经来直播间了，这是来抢人的吗？明年一出来就能直接进大公会了吧？我酸了。思思一见男人出尽风头，立刻冲进衣柜翻箱倒柜，挑出一件最整洁毫无折痕的白裙子捧在手上，对着我手里菜刀就冲过来。或许因为惧怕，思思身上和手里的白裙子都立刻变成血红。思思把手里红裙子对着我一抛，红裙登时穿到我身上，而且完美变大，刚好贴合我的身材。思思搂住我的腰蹭了蹭，满脸眷恋：妈妈，这是我被杀时穿的裙子，你穿着能保护你。机械音再度响起，恭喜玩家获得 SSSS 级道具天使之裙。不等我感动，长老头扯开我好不容易给他缝好的毛衣，在肚子上掏啊掏，掏出一个毛线团递给我，让我防身。机械音又一次响起，恭喜玩家获得 SSS 级道具宰相肚肠。黑老太紧随其后，干脆利落的扯下一只焦炭胳膊，说必要时刻可以助我一臂之力。机械音再一次响起，恭喜玩家获得 SS 级道具枯木逢春。弹幕人麻了，4个大 boss 一起把我送到30层往下的楼梯口，我拿着一堆道具，看着身上红裙，感动的不行。谁说这是恐怖游戏的诡异？这明明是我最亲密可爱的家人。弹幕酸溜溜的，要是给我这些道具，我也觉得他们可爱。不得不承认，冥神有本事，能在30层活到现在，还得大 boss 喜爱。说得对，以前玩家连30层大门都进不去，刚到门口就被血衣萝莉杀了。依我看，有4个大 boss 当靠山，又有这么多厉害道具，冥神这次肯定能手通，有种吴家有女初长成的感觉。呜，刚到29层，我礼貌敲门，敲一声门就开了。通过群消息知道这层玩家早死了，门内露出龙凤胎姐弟的脸，他们少年模样，警惕的看我手里道具，尤其是那把炖菜刀，讨好的对我抿唇微笑。是30层邻居吧？拜访就拜访，还带武器，见外了。这是29层拜访卡片，请拿好。要不是他们碎脑袋变不出形状的五官和发臭衣服，肯定更有亲和力。我捏住朴素卡片，上面只有一点黑色图案，看不出啥。我对他们姐弟道谢，然后礼貌询问，可以请我进去喝杯茶吗？我想跟你们聊聊你们母亲和仇人的结局。其实刚进恐怖游戏站楼下时，我不是啥也没干，大家都去抢楼层后，我无聊围着大楼转5圈，在黑气萦绕的垃圾堆、一堆粘液呕吐物里翻出一张脏污废旧报纸。幸好我是孤儿，小时候常翻垃圾堆找吃的用的，这种地方容易被玩家忽略，他们急着抢楼层，根本没想到楼外面有东西。我毫不嫌弃，凑到报纸前看，上面清楚记录着幸福之家副本30个诡异进来的原因，还有照片。弹幕激动的乱叫，我靠，我错过啥了？之前这姐们趴地上翻垃圾堆，我以为她饿了，不怪你，怪直播间当时不借近景，我们都没看见她手里报纸，以为她在吃垃圾。反思一下，为啥凝神一个近视眼都能看到报纸？
我们看不到，因为他半瞎的是眼，我们全盲的是心。29层这对龙凤胎姐弟18岁生日前一天被亲爸骗上天台，亲爸和情妇联手把他们推下高楼，他们爸入赘，一直想谋夺妈妈财产，为防孩子成年继承家产，情妇出毒计，亲爸同意。他们死后第3年，亲爸和情妇被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他们妈妈关了公司，带着孩子照片周游世界。一杯茶喝完，故事说完，我走出29层大门，伸手拍他们衣服尘土。从今天开始，好好活着，即使在这里，只要彼此思念，总有一天会和妈妈重逢。看着他们点头，我欣慰转身往下走。我到28层，这层玩家也死了。在道具淫威下不对，在我美貌下，这层诡异刚敲门就开门，恭敬地上拜访卡片。她是穿夸张 cos 服、化夸张妆容、身体健全的年轻女孩。我不惊讶，因为她是吞安眠药自杀的，此时19岁，正值青春，因一次衣服事件被逼自杀。那时她在网上看到好看衣服，买同款拍照上传社交平台，迎来上万条辱骂，说她没戴假发、没化妆、不尊重2次元，辱没 cos 圈，拉低 coser 档次，不该活着，还骚扰她父母和亲朋好友，P 一照黄图传给父母。女孩慌了怕了，她不懂 cos 和圈子，只是觉得衣服漂亮，想买来穿，后来觉得有罪，以死结束罪恶。吞安眠药前还穿着那件衣服，化全妆戴假发，怕到阴曹地府再被骂，甚至不能投胎。我从她房间拿出卸妆棉，擦去她脸上浓妆，温柔开导，被圈住的不是你，是他们，你知道吗？你死后那些年，那些人陆陆续续生活着，或长大，或结婚，或生子，但总归不幸福。有些人进了精神病院，因为他们偏执。这里没有圈子，只有生与死，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想穿啥穿啥，想素颜就素颜，想浓妆就浓妆。等他们死后来了，你可以疯狂折磨他们。当然，我觉得他们那些人死了也不配复活。听我讲完后续，女孩咧嘴笑了，她缓缓从背后抽出一对双环9节鞭，眼里泛起嗜血的光，那是她 cos 角色的武器。好的，姐姐，我做自己。若有一日他们来了，死在自己崇敬的神之武器手中，将是他们的荣幸，这才对，这才符合28层 boss 气质。我来到27层，这层的诡异是穿制服、化妆、戴围裙的女白领，有点不伦不类，还牵着浑身被压碎的小男孩。不看报纸我也知道他们是谁。小男孩在学校出车祸，妈妈穿工作服去学校被骂作台女，儿子死了还有心情化妆，质问是不是刚从男人床上下来。妈妈承受不住往暴跳楼自杀，在这世界和孩子相遇。我正想安慰年轻妈妈，小男孩奶声奶气开口，阿姨，我把妈妈安慰好啦，嘻嘻，如果看到那些人出现，我会把他们都杀光光哦，嘿嘿。偷偷告诉你，3天前入住我家的人就是曾经欺负过妈妈的人，他临死前苦苦哀求，说只是转发相关动态，没骂过妈妈，可我还是杀了他，因为他是帮凶。我的妈妈我知道，她打扮漂亮是工作需要，其实只要妈妈高兴，哪怕她穿着工作服做饭，我也觉得妈妈是超人。我看向女人打扮，慈爱的摸小男孩的头，你也是超人，你的超能力就是让妈妈开心。弹幕哭成一片，我就说我们宁神有大智慧，我的女神好感人，念念真的是天使，来救赎大家的天使。我一路往下，看到很多熟悉又陌生的诡异，有寻亲惨死的男孩，有被校园霸凌致死的少年，我一一开解他们，宽慰他们。这2天我严格按朝9晚5作息做任务，每天回30层。思思就像小猫咪扑来，在我脸上蹭，亲昵地说，妈妈，我好想你。我萌化了。断头大 boss 主动做好饭菜，一脸哀怨拉我小手，不甘示弱低语，其实我也想你，救命！妇女争锋，我想轻浮，多来点，我好爱。弹幕酸溜溜的，死丫头，命真好，让我演2集。别想了，你上30层，活不过1集天。插科打诨，时间到第6天，我来到第10层，手里收集一堆拜访卡片。从20层往下 ，boss 没那么恐怖。我发现2名幸存玩家，但他们不敢跟我作对，也轮不到他们帮我攻略邻居。邻居很热情，主动开门送拜访卡片。后来他们跟我一起拜访其他邻居，来到第10层。弹幕30层4尊大佛盯着呢，敢不送吗？我们一行3人刚到10层，就见2米高人参狗头怪物伫立走廊，门大敞着，里面全是玩家森森白骨。人参狗头怪物第3张拜访卡片，我正想说点什么，他面向我，俯下身，我高度近视也看清他犬齿间碎肉和人类指头。人类女孩，不要以为30层那4个家伙庇护着你，我就会畏惧你，至少在这件事上，我绝不妥协。第10层，但凡有人入住，永远无人生还。看在你面子上，我给看得顺眼的人类一张拜访卡片，不要妄想更多。我沉默，按下蠢蠢欲动的菜刀，低声安抚某人，好啦，不气不气，好男不跟狗斗。菜刀这才气哼哼安稳下来。人参狗头怪物和人类的恩怨，要追溯到他活着时和如今现实。部分人类大肆虐杀猫狗等动物，所以这世界出现人参狗头怪物，只在第10层虐杀人类。这种杀戮什么时候会结束呢？人类什么时候停止对动物的虐杀？人参狗头怪物回我。气氛尴尬时，楼下传来凄厉呼救声。人参狗头怪物狰狞一笑，瞧，你们卑劣的人类不仅杀异类，还杀同类，又开始自相残杀喽。与此同时，
楼下惨叫停止，机械音播报，初始玩家30人，存活玩家5人，仅剩5人。我和2名新玩家面面相觑，其中1名是当初楼底哭泣的学生妹。我们这里占3人，意味着9层到1层仅剩2人存活。我联想到不好的事，打开手机，玩家群死一般沉寂。我打头阵，学生妹紧随其后，健身教练断后。我们一行3人小心翼翼朝下走，刚踩上9层地板，一个透明罩子照下。与此同时，墙后走出1男1女，他们手持绚丽枪支，脸上露出张狂笑意，交出你们全部的拜访卡片，否则我们就把你们和楼下这些愚蠢的家伙一样都给弄死。正是红姐和俊哥。从一开始，红姐和俊哥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试图博得玩家信任。红姐给我发私信，有后半段没说。当初明神并非枉死，给后面玩家提供截至第6天的游戏思路，让玩家尽可能多地存活到第4天，不一定靠攻略邻居拿拜访卡片，因为不是所有玩家都像我这么好运，有这么多杀伤力道具震慑诡异，也没看到楼底报纸，无法从心灵层面说服诡异，所以还有另一种办法，抢夺与吞噬。从第4天开始，只要玩家 A 杀死玩家 B， 则玩家 A 会获得 B 层诡异的拜访卡片，并且继承玩家 B 已有的拜访卡片，所以就跟养猪一样，只要 A 把 B 这头猪养肥养大又弱于 A， 最后 A 就能捡漏。而我们所有人都是红姐和俊哥养的猪，我意外成了猪王。呸，说白了，恐怖游戏规则允许且支持自相残杀，但这次红姐和俊哥看走眼了。我解开外套，露出红裙，从裙摆下拎出断头 BOSS 的菜刀、肠子、枯手，说来听听，你们想怎么弄死我？我举着菜刀随意挥了挥 S 级防护罩道具破损毁灭，红姐和俊哥的脸一寸寸皲裂，最后彻底瘫倒在地。明念，我错了，我只是太想复活了，求求你不要杀我们，饶我们一命。我丝毫没留情，不顾他们求饶，淡淡的问，楼下那些玩家也这样求过你们吧？你们放过他们了吗？最后生锈菜刀仿佛有自主意识，朝他们挥去，钝刀子割肉能把他们砍死，可刀还没碰到他们，看到这 SSSSS 级道具飞来，红姐和俊哥惊悚值就飙升至100，爆体而亡，魂飞魄散，没留下一丝血腥味。最后我把杀气腾腾的菜刀搂在怀里，低声安抚某人，好啦，不气不气，我没有受伤。我把红姐和俊哥靠杀同伴收集的拜访卡片让给学生妹和健身教练，好心交代他们现在还有时间可以去拜访20层到30层的诡异，如果诡异针对你们，就说你们是30层明念的朋友，他叫你们上来拿卡片的。我相信我苦口婆心和诡异们谈了这么久，他们会给我面子吧。学生妹和健身教练感激不已，连连对我鞠躬。我急忙避开，3个人像在跳探戈，我独自往下收集自己需要的拜访卡片，再往下就更容易了。我一路畅通无阻，几分钟集齐全部卡片，可耳边没响起游戏提示音。我知道还缺最关键的一张30层的卡片，30层的故事，但我不是傻瓜，这些天相处，他们的故事我早知道了。他们曾是毫不相干的陌生人，思思是雨天放学后好心帮成年男性撑伞却被伤害杀死的小女孩，常老头是坐公交被污蔑老色狼，最后帮女孩制服真正坏人却被捅穿肚子，肠子流一地。黑老太是小区着火，儿子懂用灭火器和消防器材，却因消防栓没水，眼睁睁看着母亲被烧死。断头大 boss 是邪神组织成员的亲生儿子，成绩优异，名校毕业，逃离原生家庭，可他父母被洗脑，听说吃亲生儿子脑髓能长生不老，趁儿子不备，拿钝刀子砍下他的头，敲骨取髓。而我能和他们在这里重逢，组成怪异又别扭的一家人，或许不是意外。我车祸前1天发了工资，路过公墓，突发奇想，去附近花店买4束花，随机挑4座连在一起的墓送给故去的人。我记得那4个墓碑上的名字，秦思思、刘爱国、李翠兰、无名，原来他真的是无名。回到30层，我恢复正常，又没心没肺的笑起来。走到门口一看，门开着，从我出门开始，这扇门就没锁过，他们一直在等我回来。客厅里坐着面带笑容的老老少少，他们做了一桌子美食，泡着我最爱喝的茶饮，几个人拉着我的手，让我众星捧月般坐下，然后笑眯眯地说，刚刚你那2位朋友上来，我们已经把拜访卡片给他们了，接下来你的第7天属于我们，让我们做一天真正的一家人吧。一天快乐却又短暂，晚饭过后，夜幕降临，黑老太挥动手臂，夜空划过星火如烟花，我急忙吹彩虹屁，老妈可真利，一双手轻轻捧起我的脸，一个温软的唇落在我额头上，她脸红的要滴血，却还盯着我的唇，踟蹰着问，我可以吗？要命，这还问，非要女孩子主动，羞死个人。我快速点起脚，一把搭住她的肩，狠狠咬住她的唇，随后缓缓加深这个吻。气息交融时，断头大 boss 猛地推开我，眼疾手快地拔下她的头，塞到我手里，眼神真诚如大狗狗，这样做，你就不用踮脚那么累了。我星星眼地捧起她的头颅，温柔亲吻，唇齿交融。老公真的好聪明呢。弹幕，不是哥，我磕得正欢呢，你想吓死谁？这对臭情侣什么都好，就是过于变态而不自知。恩爱过后，断头大 boss 朝我手里塞了一张卡片，30张卡集齐，我看的手
手中卡片图案拼拼凑凑，顺着纹路在地上摆好，一扇漆黑的门图案徐徐展开。与此同时，机械音在我耳边欢快响起，恭喜玩家宁念获得幸福之家全部居民喜爱，成功召唤议事之门。议事之门将在今晚11点出现，请幸存玩家带着家人准时前往1楼，打开议事之门离开。过世不候，否则玩家将永久迷失在该副本。弹幕激动大吼：明天要见证历史了！幸福之家首通。可想到要离开，我并没想象中开心。晚上11点，4大护法拉着我到1楼。原本铜墙铁壁的1楼院墙，现在开着3扇古朴黑色大门，每扇门上面挂着不同数量的锁。我上面挂了4把，学生妹挂了1把，健身教练挂了2把。我隐隐猜到什么，门上面分别写着玩家名字，名字下方标记着惊悚值。我的宁念惊悚值0，学生妹的苏小沫惊悚值99.9，健身教练的方远惊悚值90.0。其余2人震惊地看着我，不理解我咋做到的。这诡异明明可爱温柔，有啥好怕的？机械音再度响起，语气幸灾乐祸。请问各位玩家是否要喂食钥匙打开议事之门呢？仅限今晚12点之前哦，各位还有1个小时时间，否则将永远迷失在该副本。钥匙除了30层家门钥匙，我没别的钥匙。可大门锁孔是心形的，插不进去。我颓废地蹲在地上，拖着下巴，可怜兮兮地对断头大 boss 思思、长老头和黑老头撒娇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没有钥匙，我回不去了。我可以永远留下来陪你们了，嘻嘻，真开心。断头大 boss 忽然抬起我的下巴，半蹲下身体，平视着我，眼中一片诡异赤红。宁念，你猜到了钥匙是什么，所以才这么抗拒，对吗？可是你不知道，如果你迷失在这里，你不会变成我们诡异中的一员，你只会变成四周的一缕黑雾。而你们所谓的恐怖游戏世界，全是这样的黑雾，他们没有情感，没有灵识，没有思想，甚至不能算一个东西。宁念，那样我将会永远失去你。如果这样，还不如你先短暂的失去我一段时间。话音刚落，男人忽然抬起掌心，猛地插进自己胸口，掏出一颗跳动的火红的心脏，随手丢进我门上的其中一个锁眼里。那把锁突然变成一个大头怪兽，把心脏吞噬得干干净净。啪嗒一声，锁开了第1把。机械因此时也愣住了，语气带着莫名恐惧。那么，请问其余尊贵的诡异大人们，是否愿意奉献您的幸福之心，帮助您的家人打开这扇议事之门呢？是的，打开门的钥匙就是诡异家人的心，而且必须是所谓的幸福之心。方远和苏小沫哀求地看向他们的诡异家人，可那3只诡异齐齐摇头，抱歉，我们的心不是红色的，不是幸福之心。说着，顺手剖开自己的胸膛，果然是3颗死寂的黑色的心脏。玩家在角色扮演时，总归抱着害怕、恐惧、忍耐的想法去做任务，因此7天下来，导致诡异们的心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，这也是副本的歹毒之处。方远忽然崩溃，口中疯喊：什么狗屁幸福之心，那不就是活人的心脏吗？我也有。他不敢对诡异动手，趁苏小沫不察，把他丢向自己的门。方远门上的1把锁立刻变成大头怪兽，一口把尖叫的苏小沫吞了下去，连皮带骨吃得干净。我都没来得及阻止，方远又癫狂地把目光投向我，似乎也想把我丢进去，毕竟他要开2道锁。思思嗤笑一声，白裙无限变大，变成活体绞肉机，一口咬住方远。不消片刻，漫天都是红色碎肉，鲜血把白裙染成红色。思思对着漫天血肉低语：本来在妈妈离开之前想做个乖孩子，可惜你非要找死。然后他扬起可爱小脸，伸出白嫩手臂，迅速掏出心脏，朝我门上的第2把锁丢去。妈妈，思思也舍不得你，但是思思更希望你鲜活的活着，即使那个地方没有思思，而不是变成一缕黑雾。长老头和黑老太也如法炮制，打开了我的第3把和第4把锁。好孩子，如果有朝一日你能见到我孩子，告诉他消防栓没水不是他的错，也告诉我的孩子，他的爸爸是个救人的大英雄，不是老色狼。好孩子，你千万别吃醋，你就仿佛是我们新生下来的孩子，爸爸妈妈永远爱你。我的眼泪一滴一滴落下，漆黑的铁门里爆发出刺眼白光，我依旧高度近视，可这次精准地扑向他们，死死抱住他们，哭着问：没了心脏，你们会不会死？断头大 boss 紧紧搂住我，黑眸中满是柔情。不会的，我们只是会失去所有记忆，不知道被丢到哪个副本打工而已。但是只要再次重逢，我一定会想起你。妈妈，思思也是。好孩子，我们也是。最后12点的钟声敲响，4双大手齐齐把我推向铁门。我听见4道温柔眷恋的声音同时响起：好好照顾自己，别害怕，下次再见。聒噪的机械音在我耳边絮絮叨叨：恭喜玩家宁念在幸福之家副本圆满通关，获得100积分。恭喜玩家宁念在幸福之家副本达成首通成就，额外获得500积分。我没搭理机械音，贪婪地看向光外模糊不清的身影，视线定格在那道黑影上。这次我看清了，他眼角染着泪痕，在对我笑。恭喜玩家宁念在幸福之家副本圆满通关，获得100积分。恭喜玩家宁念在幸福之家副本达成首通成就，额外获得500积分。我没搭理机械音，贪婪地看向光外模糊不清的身影，视线定格在那道黑影上。这次我看清了，他眼角染着泪痕，在对我笑。我双手合起喇叭，冲他大喊：我想好了，你的名字宁君安，万里迢迢唯念君安。